一年通过6次考试，我是怎么做到的？大家好，欢迎回到 Coco 的中文教室，我是 Coco。今天是老板的访谈第9期。今天没有王总，只有我自己。没错，我是自己的老板。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你们看，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从2026年的9月开始，每个周末我将去同济大学读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生。今天我不是来炫耀的，我是来说学习方法的。我是怎么样在1年的时间里连续的通过了6次考试。从2025年3月到2026年3月，我一共参加了6次考试，分别是2025年3月日语教资考试的笔试，2025年4月国际中文汉语教师资格证的笔试，然后5月我参加了日语教资的面试，7月我参加了国际中文教资的面试，然后在2025年12月我参加了考研的初试，同时在2026年的3月我参加了考研的面试。这6次考试全部一次性通过，其中我的考研初试成绩排名第2，面试排名第2，最后总排名第2，好二呀！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毕业已经快10年，每天都要上课备课、回学生消息还有改作业的自由中文教师。那么我到底是怎么做到在1年时间里通过了6次考试的呢？今天我就把我的学习方法论，还有我怎么让自己沉浸式学习的，全部摊开来讲一讲。为什么突然决定参加那么多次考试？很多人问我 Coco， 你为什么突然决定1年里参加这么多次考试呢？说实话，没有突然。过去几年我一直过得比较轻松，因为我在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到了2025年新年的时候，我开始设想我的新年目标。我突然觉得，我是时候做点什么了。然后恰好那个时候我开始教日语。既然我都已经开始教日语了，那为什么我不考一个日语教师资格证呢？然后我又想，反正都要考试，那为什么不把另一个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CTCSOL 也考了呢？没错，我做国际中文教师已经很多年了，但我一直靠的是中国的语文教师资格证，我还一直没有考正式的 CTCSOL。 在我去年考虑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考试在2025年下半年要改版，也就是说变得更加复杂了。那我想抓住最后的机会通过它，于是2025年的上半年就是学完这个学那个，学完这个学那个。在准备各种考试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已经学完了现代汉语、教育学、心理学等等各种知识，而这些跟考研究生的科目是有重合的。所以当我在思考我要不要考研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准备中了。既然我已经学了那么多知识了，那为什么不继续呢？当我一步一步通过了前面的4个考试以后，拿到了2本教师资格证，我还有半年的时间准备12月底的研究生考试。那个时候我也更加坚定了，我一定要坚持到12月底。接下来说我的学习方法论。好，现在说说重点，我是怎么学习的。我的学习方法其实很简单，不复杂，但是也比较实用。首先，方法1，用真题倒推考点。第一个方法就是通过考试真题倒推考试的内容。以我的研究生考试为例，我收集了近5年的考试真题，然后一道一道去分析。比如说这一道题考的是哪一本书哪一个章节的内容，我就去看那一本书那一个章节讲了什么。做完了这5道的真题分析，我就知道了哪里是考试的重点，哪里我可以不用看，这样会更高效一点。所以我并不是先把书从头背到尾，而是先看题再找方向，
这样有重点的去背。方法2，自己梳理思维导图和笔记。我喜欢自己梳理课本的内容，然后做自己的思维导图，做自己的笔记。当你在自己动手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加深印象的过程。其实现在很多人在网上可以很容易找到各种各样的思维导图和读书笔记，但是我的方法是，即使网上有很多，我也要做我自己的笔记。我要在整理的过程中，一边吸收知识，一边去理解。如果我只是看别人的笔记和别人的思维导图，我是记不住的。当我把我自己的思维导图做出来以后，我再去看那个内容，会让我更加的清晰。我也会把那些重点的内容用笔在笔记本上写一遍，在写的过程中也是加深印象的过程。所以我没有用别人现成的果子，我的果子是我自己亲手种出来的。方法3，用饭听填满我的碎片时间。在散步、做家务、遛狗的时候，我就听各种各样的网课。我喜欢饭听，哪怕我记不住每一句话，我也一直听。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听着听着，你会发现这些知识在你的脑海中更清晰了。所以在前期的时候，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网课。在中国的话，我们用哔哩哔哩，那实际上大家可以用 YouTube 去很容易找到你想学的知识。所以我一直听各种人讲解的，比如说现代汉语的知识等等。当我听了很多人的讲解以后，我的脑海中就有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个体系。在临近考试前的最后1个月里，我重点的去听别人总结的读书笔记，等于说是这本书的精华版，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到了考试前1天，或者考试前1个小时等等，把一本书越听越薄。方法4，疯狂背书。考研究生需要记忆很多很多的内容，最开始我背完一本书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因为我们根本记不住那么多的内容。但是我会预留专门的背书的时间，通过我前面的分析、思维导图等等，我已经加深了印象，然后我会有专门的时间去背书。好的，今天的这1个小时，我就是背书的时间，我要把什么什么知识点背会。最开始背完一本书可能需要1个月，但是到考试前的最后1个月，我可能1天就背完一本书，或者最后1天，我1天可以把所有的内容全部看一遍。最后总结下来，我把跟考试有关的内容一共背了4、5遍，所以在考前我可以记住90%的内容吧。背到后来，那些知识点就像你每天走的路，闭着眼睛你都知道下一句是什么。方法5，用番茄时钟驯服自己的注意力。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不经常学习的时候，一开始学习我们很难提高我们的注意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用番茄时钟，每次强迫自己集中精力25分钟。所以在3月最开始备考的时候，我根本坐不住，太久没有正经的考试，我总会觉得我想要玩，所以我对自己说，先坚持25分钟，25分钟到了你再去玩。就这样，从最开始的25分钟到后来我可以坚持50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所以我们需要循序渐进，不要在一开始就要求自己我要学习半天，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专注力没有那么长。方法6，制定详细的计划。我有一个学习计划的 Excel 表格，在那个表格里我会提前1、2周去计划我的学习内容。比如说在下一个星期我要做什么，我会提前写在那个表格里，这样我会对整体的流程有一个把控。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做计划的人，所以我基本上按照我的学习计划来进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我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那个时候也不要紧，把它放到第2天，但是不要推迟太久。所以基本上总体来说，我是按照这个计划完成了我的学习任务的。然后其他的就是运用一切边角料的时间来学习了。因为大家知道我的
我的工作是中文老师，所以我的每天的时间是比较的零碎的。那基本上就是在没有课的中间的1-2个小时，然后就开始抓紧时间学习。同时，在早上还有晚上，9点，我的中文课一般到晚上9点，所以9点下课以后，我还会再学习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在考试前的话呢，甚至是到很晚。在准备考试前，晚上9点下课以后，我可能就是觉得，接下来是我的放松时间，那我应该看看电视剧什么的。但是在备考的1年，我很少看电视剧，除非觉得压力太大的时候，我可能会看一点。其他的时间，我基本上都是在学习，差不多平均每天的学习时间是2到3个小时。所以总结一下我的学习方法就是，用真题倒推考点，然后自己做笔记、做思维导图巩固，然后用泛听填满我的碎片时间，用重复背诵让知识印在我的脑海中，然后先从25分钟开始，考试前1周的疯狂。最后我还想说一下，作为一个每天都有很多课的中文老师来说，在考试前的1周，我跟我的学生们说，我要参加考试，我要休息1周。所以在考试前的1周，我停掉了所有的中文课，然后用最后的1周的时间来专心备考，差不多平均每天高效的学习时间是8个小时左右。对我来说已经燃尽了，我不能再学习更久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又回到了高考时期。当你学不进去的时候怎么办？这个问题我被问过很多次，我的回答可能有点奇怪，但这是我真的想法，就是当你学不进去的时候，就允许自己先玩一会儿，玩够了就好的，现在你可以回到你的学习中去了，不跟自己较劲，不强行压制自己想玩的欲望，等到这个欲望过去了，然后那你就继续开始，就不要忘了你到底要做什么。当我的研究生的初试的成绩出来以后，我看到成绩的那一个瞬间，我真的觉得这1年的努力都值了。我的成绩是400多分，总排名是在第2名，所以我真的对这个成绩非常的满意。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还有最后一关，也就是3月的研究生面试。那个时候距离我的面试还有大概1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又投入到了最后的复习中。虽然我已经经历过很多那样的面试了，但我也没有松懈，好好的准备了1个月，最终面试的成绩也非常不错，所以现在我终于拿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段话就是，真正支撑你走到最后的其实不是方法，方法到处都有，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为什么。你为什么想参加这个考试？你为什么想成为更专业的老师？你为什么愿意放弃追剧的时间，坐下来背那些很难背的书？这个答案越清晰，你的信念就越强。所以当你有了很强的信念以后，你就会想方设法去实现它，完成它，然后你的时间就自然的挤出来了，你也会愿意为了你的目标，为了你的信念去努力，并且实现它。经过了这1年，我现在好像不害怕考试了，并且我也不害怕挑战了。所以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后，我重新开始了做 YouTube 的频道，开始重新的过一种忙碌但是很有趣的生活。所以现在的每天我过得非常的充实，上中文课，上日语课，还有思考怎么样做有趣的视频，怎么样更新这个频道等等等等。然后现在是7月，等到9月以后，我将会过一种更加忙碌的生活。周1到周5在家上课、做视频等等，周6和周日我要去同济大学读研究生课程，那个时候将会非常非常的忙碌，但是我也很期待。所以如果你也在学习，如果你也在备考，不管你是学生还是工作人士，还是像我一样的自由职业者等等，我想跟你说，慢慢来比较快。只要支撑着你想要做什么的那个为什么，那个信念还在，我们就一定可以走到最后。
我们一起加油吧！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别忘了给我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下一期我们的王总又回来了，我们会一起来聊一聊王总从业多年遇到的奇葩老板们，请大家期待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谢谢大家。